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D 小江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志。你那个大白鹅都快做完了，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人做可惜钢弹。你知道我们那个幕后工作人员？有，我知道。他等一下要来帮我磨汤口，然后他就拿这个去磨汤口，对，我们就让他直接参加极限模型。目前人员 VS 幕后人员。输的就改当幕后，输了以后就一直他坐这里哦。对。然后福哥吉他也是他鼓哦。然后你只能在远远看哦，你要努力一点哦，这不能输。好，那我们就等我们的幕后来。2 hours later， 你要开心一点，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种型模型买了，有 cosplay 妹子的香气。有香味啊！好，要准备计时开始了。好，计时开始，快！3个小时了，你现在做什么啊？家族啊！你就在家族？对啊，在家族。刚刚是谁说要家族的？我们小刚我就说要家族。回家甲组，看要改哪些地方，然后因为回家甲组的那一台不算秒数嘛，对啦。然后你只要知道在家里煮的那台要改什么，来的时候开始计时用这一次改。你知道参加我们的极限模型网有一个规则吗？如果你最后时间到36个小时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规则6个小时，再加上去42个小时没有完成的话，这个制作费要自己出哦。一天大概1万块成本，如果你录7天就是7万，加油！好，现在不是输赢的问题，是做妹的问题。他真的很好笑，他都不知道今天要来录极限模型，他就走过来说：“小江老师，我今天干嘛？录极限模型馆。”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这个新挑战的感言是什么？心情怎么样？很复杂。这零件那么大，很简单吧？没有，无缝很多。枪的零件里面这个蓝色要先无缝，嘿，我要先无缝里面喷完漆遮盖，然后再无缝一次。哦，这个我就会拆，你这边锯掉，然后这一颗从这上面塞，至少可以少遮一个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个里面不用做无缝，因为这里面看不到嘛。对。所以这边上完色，这边上完色，这边包起来，这边用切的，这边从屁股插进来就好了。所以其实只要遮这2颗，好像也可以。对，小江哦。目前就只有打磨这样子。就身体跟腰还有一只手，身体跟腰还有一只手，7个小时了。对对对。那等你磨完，按照这样子的比例，大概乘以4就28小时。
差不多，然后剩下8个小时可以上市。差不多。阿志来帮他一下啦。有我放了，发水贴。哦，这么好哦，谢谢你。你还帮他发这种细节这么多水贴哦。你看我的。你就这样。你这样很明显就作品的等级就没有，大白的它零件比较大，所以它水贴才那么大。那为什么你2份？哦，因为它这个都是长条细节。嘿。我觉得有点少，所以我再准备一份这个有。看，那你整整多人家1张哎。耀宇，你先停一下。你现在做的怎么样？现在在上色，拿1、2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好。现在就是喷灰检查有没有瑕疵的时候。那时间还有多久？目前花了25个小时。目前才花25个小时。我记得阿志好像做到48还是49才做完，所以你还有一半的时间呢。不是，大白的2个装2只哎，柯西也有外装甲它是1个而已啊。我的可以拆1只鸟，你看本体加鸟，这个又可以合体。时间还在跑靠背，先帮他暂停一下。我现在蛮担心你会不会连输2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你上次 NGSD 电魔车奖，你看输给 Kobe，都就变强，然后再输一次又变更强。那你有信心会赢吗？没有，还没有计分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场这场输赢难说了。人質を取らなければ戦える情けない奴なのかな。私の名前を知っている。大佐の命令でやっただけだ。
哦，这台可信钢弹终于做完了耶！真的，我做很久。各位观众认识你是谁了吗？应该不知道。应该不知道。那你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耀仪。那我现在职业是放射师。假日的时候呢，会来这里当我们的这个幕后工作人员，可能协助我做一些前置处理。对。那我们在拍极限模型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人不够了，挑战者不够，然后就工作室走一圈，你上。这次参加完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蛮有趣的啦，但是蛮有趣的。我们现在马上安排下一场。不要，对，但真的蛮硬的，蛮硬的。你这次总共花了几个小时？花了44个小时。这个做工这样子做起来，高光啊，哇，阴影啊，然后打磨的漆面这么挺，真的很不错哎。你跟各位观众说一下，你做了哪些处理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先剪零件，然后再进行汤口的打磨，然后再来就是刻线加深的部分。以头部这里为例，我就是在这2个面中间加了这个刻线之后，让它们的立体感更能够呈现出来。那头部的部分，另外还有针对这4个天线的部分进行锐化。哦，我比较常用的是自粘砂纸，对，然后400的部分，然后去做研磨，然后磨到1000，然后就是把它拉挺。对。哦。这次除了那个刻线加深以外，我也有追加刻线，就是在胸甲这部分这里，我做了一个短刻线。我以为它是真的一开始就有的，就虽然是一个小刻线，但点缀效果很好。就是肩膀这一块零件，我有做无缝，一样用黑胶做无缝，跟黄色这一块是做分件。哦，这么复杂。在肩胛部分，我这边有做追加了几条刻线，让它整个区域化更加明显，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像 RG 风格这样。很帅耶。对，这台我没有想过他做完可以这么帅耶。透过耀仪刚才介绍，我发现你很适合参加这个比赛。一次就好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我刚才注意到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。就是它新增的刻线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但是整个比例上是很协调的。就是你不会觉得只有这边有，这边都没有。所以就是追加刻线的比例，这是涉及审美跟美感。你唯一要做一件事，结果没做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会把这个拳头杀 MG 的来用。譬如说你看这边跟这边，这握枪手还好，但是这个方孔。只要他不拿武器的时候，这整台的规格已经被你从 HG 做到有点 MG 或 RG 风。可是这个拳头它是最大的露馅。为了让你谨记这次的教训，就再参加一次就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进入计分的环节吧。Go！ 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这个关主阿志登场。交换来。你觉得谁赢面比较大？大白的赢面没有比较大，他只是比较大只，他只是零件比较大块而已，反而做的比较累，你知道吗？那耀宇，你觉得你这台有机会赢吗？应该很难，看起来比较小，但是乍看之下2个做工其实很接近呢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阿志的分数表里面，无缝处理一个没做，扣50分，在哪里？就你上次抓到那边。是我抓到。既然有地方没上色，怎么讲？那个光束键我没分，还有一些地台我也没分啊。你不要拿出来就好了啊。那不要拿出来就可以了呀。不然你都已经录了，不扣了。不用扣了。那你时间怎样？你50个小时，最后怎样？49个小时完成。还剩1个小时。剩1个小时嘛。所以你的基础分数是已经拿到了1455分，但是后面就厉害了，刻线有1361条，光影涂装有125个，水贴了403张，哇，这边拿到了6-7千分呢。在公布分数之前，我们来看耀仪没上色有4个，是哪4个？主要是关节。就是关节的零件是阿志抓到的吗？也没有。那你那么诚实要干嘛？阿志说对了耶。
你的零件是301个，它的零件有294个，哎，对啊，所以看起来有很多零件啊。你只是很大，它只是看起来比较多零件而已。但是没有比较多。对啊。耀仪它比较厉害的是，它44个小时就做完了，所以它的基础分数有1728分。哦，但是它刻线呢，比你少了100多条。哦，是哦，也是1000多条。它也有1235条。哇，光影涂装跟你一样，你125个，它126个。哦，多一个。但是它水贴被你屌打，你水贴403张，对，它水贴245张，所以最后来，我现在把对方的分数表给你们，你们念出对方的分数。耀仪先念出张凯志选手的分数，总分是8203分。好，那麻烦你念出耀宇的总分是8853分。所以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屌打幕前，幕后他一直被抄哦，然后幕前一直在爽，怎么会是比较小台的赢呢？好，所以比赛最大的秘密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哦。分数高的人会赢。哦，我已经连输2场了。哎，输的规则就是要继续参加，应该还好吧？对啊，还好啊。好，那你知道赢的福利是什么吗？可以免费再参加一次。好啊，可以。那输跟赢好像没什么差别。一个是抱着输的心情去参加，一个是抱着要去连胜的心情去参加。我不跟你扯。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想要看继续下一场 PK 的话，要记得追踪我们。好，拜拜。我以为你的零件比较多哎。没有啊，我零件才301个，它就比较大啊，真的比较大而已。可是你水贴夸张哎。这个水贴才1分而已啊，400多张就400多分啊。我看可不可以提升成2分？你要上诉？不用了，就这样就好。我不想再算一次。其实做完最累是什么？算分数。算分数最累。但是你们2个同时打破这个最高分的记录，是不是？这比较大只啊。大只啊，对啊，这个是50小时，50小时不一样。50小时没有破1万分，你们在干嘛？所以我就不。没有50小时要破1万分，要做 PGU。好，你来，我帮你排好，你自己来。你是要做多久啦？快做完了。快做完了吗？对。2023的案子嘞，已经要2024跨年了呢。等一下。我有话要说。什么话要说？我是请你来帮我做幕后，然后我现在给你做幕前，然后幕前你从11月给我录到2024年，然后我现在在做幕后人员，我自己在修模嘞，快一点啊！马上，快！模型师科比他们家的年菜推出啦！清新餐厅主厨阿发师每年推出的年菜都超级无敌好吃，特别有当家必点招牌料满到爆出来的佛跳墙，还有入口即化的提防卤笋丝，以及超级顺嘴的蒜香猪腱骨等年菜。有兴趣的朋友请参考下方资讯栏，数量有限，赶快打电话给清新餐厅，与家人朋友一起享受丰盛的年菜，共同制造美好回忆。新年快乐啦！